谢谢大家，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块来聊一下这个智能合约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题，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感冒，嗓子有点不太舒服。对，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BSV 智能合约 ASCRIPT 的语言新特性以及合约范例的解析。对，刚才 Aaron 其实已经说过，我今天的这个演讲的内容主要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会介绍一下自今年2021年1月份以来到现在，我们 ASCRIPT 的语言做的在语法上、语言特性上做的一些更新这是会是一些非常 detail 的细节，非常有更多细节的一些讲述。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大的部分是说，我会讲解一些示例合约，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在GitHub 上，大家也知道我们会有一个 boilerplate 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里面会共享了很多示例合约的代码，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文章会去讲解这些合约。今天其实到现场也是说，可以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些合约是如何它的这个设计思路和以及它实现的一些细节。好的，那我们今天开始正式的这个演讲。首先就是我想再介绍一下 ASCRIPT 的本身ASCRIPT 是 Bitcoin SV 上智能合约的高级开发语言我们的目标是为开发者提供一个简单、高效、安全的智能合约、区块链智能合约开发语言以及相关的工具。目前我们主要的产品包括 VS Code 的里面的一个 IDE， 然后一个 Online 版本的 IDE 和一个 JavaScript 版本的 SDK。截止这个4月10号，今年的4月10号，我们这个VS Code 版的 IDE 获得累计下载就是大概是1100多次然后整个刚才提到的社区共享的智能合约目前是范例有50多个，然后深入合作的生态合作伙伴有数十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部分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分享，就是 ASCRIPT 语言新特性。这个新特性指的是就是2021年1月份，自1月份以来到4月份这三个多月吧一个季度的一些新的在 ASCRIPT 语言本身上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首先第一个我想讲一下的就是说我们新增了这个复合操作码，这个一般的语言里面可能都会有，就是说加呀、加等呀，然后除等呀、乘等呀这样的一个操作码。然后我们现在这次这个新增的这个操作码，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大家简化大家这个code 的这个风格如果没有这个复合操作码之前，大家可能要赋值或者什么的，就必须写一个比如说 x 等于 x 加1，对吧？那有了这个操作码之后，就直接可以 x 加等于1其实这个在一些大家常用的语言里面都是比较常见的，那可能我们之前最早的版本里面是没有的。那么在这个季度的升级里面，实际上我们也是加入了这样的一些复合操作码。那主要涉及的这个操作码，我在这里面也可以列出来了，这里面是有代码，主要涉及到两部分，一个是针对 BICE 这种数据类型的一些复合操作码然后包括加等呀，然后还有这个位的位操作的一些复合操作码，然后再就是针对 int 类型的加等呀、减等这些常用的这些复合操作码，这个是为了方便大家去使自己的代码更加简单简化。那么第二个新增的这个合约声明关键字呢是 library 这个关键字。那么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如果大家看过 ASCRIPT 或者写过 ASCRIPT 的语言的话，之前我们的这个声明只有一个 contract 一个声明，就是说所有的合约都是以 contract 声明开头的。然后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些合约就是说它只是为了完成一个library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并不真正的具有说这个调用方法。因为我们作为ASCRIPT 的合约的一个特性来说，就是说如果一个 contract 里面它有若干个 public 的 function， 那每个 public function 相当于都是可以被外部使用交易去调用的，这是一个 ASCRIPT 的一个约定。那么作为 library 呢，新增的这个 library 这个关键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指的是这个合约里面没有 public function， 只有一些我们常见的我们所谓的这种类似于 hyper function 的这种函数，相当于是我就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库来
这个书写和调用的。那这样对于这样的 contract， 我们直接新增了一个关键字叫 library。它的好处就是说让大家可以一眼看到 ，OK， 如果我这个 contract 是一个 library 开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开头的话，那么它里面肯定是不会有 public function 的，也是不能被外界直接通过交易去调用的。这是这个关键字的这个作用。那么通常来说，就像这个我这地方列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是你写一个 library 的 contract， 可能就是说里面会有一些静态的方法或者静态的变量，然后以便其他的这个contract 去调用，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对，那么第三个这个新增的这个变量关键字呢，就是 const 的这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呢，其实也是在一般的这个语言里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如果我声明了一个变量是 const 的，那么它只能复制一次或者说它不能被再次改写。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合约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几处 const 的声明。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函数的这个 property， 我可以声明一个 property 是 const 的。那么只有在 property 的声明 const 的时候，它可以允许你不直接复值，而是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去复值。大家可以看到说，我这个 test 的 contract 声明了一个 x 的这个 property， 但是并没有在声明的时候直接复值。我可以允许在构造函数里面对它进行第一次复值。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允许的。但是如果说这个 const 我的 property const 已经被复值过后，那么比如说我在我的 public function 里面想要再次复值这个 const 的话，它就会报一个编译错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语义的错误，那这个是不允许的。同样就是说我这声明了，比如说我这个参数也可以声明是 const 的。那参数如果声明了 const 的后，你在这个函数体内也是不允许进行复值的这个同样就是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说在这函数体内部有一个这个变量声明的是 const 的，那同样这个变量是不能被再次复值的所以说这个关键字也是说为了这个合约安全吧，就增强合约的安全，因为有的合约你其实在写的时候会有一些约束，你不想它的这个值被复制以后再次改变，所以我们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对，这个地方还有还需要提的一点，就是我可能 PPT 里面没有加进去，就是说这个 const 的关于这个 const 的，我们还有一个叫CTC， 就是 compile time const 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这个特性的话实际上它是由 const 的衍生出来的。那但是我们可能等一会儿再讲到后面的这个 loop 的时候会讲到，这是一个 ASCII 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变量，我们之后可以再提一下，但是和这个 const 是有关系的，这里先大概提一下。对，然后第四个这个我们新增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语法支持，就是说我们新增了这个多维数组以及复杂结构体的支持之前如果是大家使用过我们之前的版本的话，一定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这个写 ASCII 的这个合约不像写其他的这个合约那样自如，就是感觉这个想声明一个结构体或者想声明一个数组的这个二维数组的这种变量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那么这次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升级，就是说在语言内部已经支持了这种复杂的任意的结构体和数组的相互嵌套的这种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左边的话是我写了几个结构体的声明的例子比如说第一个结构体那是这个 st， 然后它内部有三个 property int 型的 x int 型的 y， 然后还有一个 st3 型的这个类型的 st， 这是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变量。那 st3 呢实际上就是在下面这声明的，它是一个 struct， 它包括一个 int 和一个 bytes。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实现的是一个结构体之间的一个嵌套。然后同样呢这个 st2 这个结构体里面声明了一个 int 型的变量 x， 一个布尔型的变量 y， 以及一个 int 数组这个数组长度是2，这个变量 a。这种嵌套呢实际上
理论上是可以任意深度的，就是说这个 STR 或者 ST3 里面还可以继续套结构体，继续套这个数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结构体的支持，实际上能够帮助大家更有效的去组织自己的代码。那可能之后写的代码就会更加容易读啊，不像之前如果没有这个复杂结构体的或者这种嵌套的支持的话，那可能大家写起来就会比较费事。对，右边这个实际上就是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一个二维数组的 int 二维数组的一个例子啊，然后我们可以声明这样的一个2乘3的一个数组，然后它的每一维实际上是可以有三个变量啊，三个长度的有2个这样的数组组成的一个二维数组。然后同样的就是说，我也可以声明这个结构体的数组啊，结构体的数组，比如说 ST3 的数组，然后每一个数组里面它的这个元素的这个赋值，我可以在声明的时候写，然后并且可以对它的这个元素进行任意的访问。同样，下面的这2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说我可以把这个数组内嵌到结构体里面去啊，就是这个 ST2 的它的这个A 是个二维数组嘛，对吧？我就可以用一个二维数组来初始化这个 A， 然后最后一个例子实际上是结构体和结构体的一个混合，ST 结构体里面包含了 ST3 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它这个整个的语法和声明是这样的一个声明。对，这个 feature 实际上刚才也讲了，其实我们认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feature， 就之前也包括很多开发者跟我们提议说，你们这个能不能支持这个任意结构体啊，这个复杂结构体啊，然后就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升级的时候也把这个东西都加进去了，这样的话使得语言更加完善。OK， 下一个新增的这个类型变量的这个关键字是 type， 这个 type 的话实际上就是声明一个类型别名，这个可能和这个比如说有熟悉TypeScript 的这个开发者的话，肯定会非常熟悉。TypeScript 里面声明类型别名也是用这个 type。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为了让你的程序更加可读啊，你可以比如说声明一个 type， 像我们这儿的这例子，声明 type 等于 int， 相当于就是说 OK， 我以后如果在代码里面出现 age 类型的，那实际上它就是个 int 类型而已。那么我们在代码里面，比如说在右侧的代码，我们声明的时候就可以这么声明了，这个 contract 它有一个 age type 的这个属性，但是这个 age 3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age 3实际上它又是 age 2的别名， age 2呢又是 age 1的别名， age 1呢又是 age 的别名， age 又是 int 的别名，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可以有这种任意的这种这个就只要你不要形成一个环，就是说你声明的时候不能是一个环，就是如果没有环的话，那么这个类型别名的声明其实是可以进行任意的声明。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比如说右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用了类型别名的这样的一个声明的方式去写合约的话，我这里面的包括 property 的声明，包括这个变量的参数的这个声明，或者是变量的声明，我都可以用别名来声明了。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写程序可以写得更加易读啊，有的时候也不会出错。对，这是一个类型别名上的一个关键字的一个声明。再下一个这个新的 feature 就是说，我们新增了这个循环迭代变量，我们叫 induction variable 这个变量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之前实际上也讲过很多次，因为比特币脚本本身是没有循环操作码的啊，所以说实际上在 Ascript 的语言里面，我们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处理方式去做了一个类似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语法。那这个语法就是 loop，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loop， 但是这个语法呢，它会有几个约束条件，就是说要做这个 loop， 首先这个 loop 的迭代的次数，我们会在这个在这个 m，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m 实际上表示的这个 loop 的迭代次数。那这个 m 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m 一定需要是一个 CTC， 就我们叫 CTC， 就是编译，就是 compile time const， 就是编译时的常量
这个编译时常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这个变量的值。那我们现在支持哪些，就是说哪些东西是 CTC 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支持的 CTC 主要是一个是 literal 的这个数字，比如说你写个1 loop 1 loop 2 loop 3或者是 loop 5 loop 10，这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你声明的这个 static 的 const， 但是 static const 呢，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写的 m， 这个 m 实际上可能它不是说可能，就是说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 static const， 但是 static const 本身声明的时候，比如说这个 m 可能是声明的是，比如说 static const int m 等于3，这种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写的是 static const m int m 等于1加2，如果它是个表达式的话，目前我们是不允许这种我们不认为这种是 static const 的，因为我在编译的时候并不知道你的1加2这个值是什么，这个其实是只有在运行时才知道的。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说，我如果想在这个 loop 的这个迭代次数里面使用这个变量的话，或者说也使用一个常量的话，它必须是一个 CTC 的常量。同样的这个规则也适用于数组声明的时候的数组的维度就是你声明一个数组比如说刚才说的2维数组或者3维数组，你在声明这个数组长度的时候，那个长度一定得是一个CTC， 对，就是我在编译的时候必须得知道这个长度的这是一个ASCII 语言的本身的固有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吧。那么对，首先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下，就是这个 loop m 它是个 CTC， 这一点上是之前就从开始就一直有的。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增的迭代这个循环迭代变量是什么呢？是指的是它后面的这个值。这个语法也比较奇特可能大家可能第一次看可能也有点比较，可能之前也没见过这种语法。这个语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要进行 m 次的循环，然后呢每一次循环的时候，它的这个循环迭代变量的值是 i。这个 i 是什么呢？就是它会根据你迭代的次数不一样的话，它会相当于第0次就是0，第一次迭代就是1，第二次就是2。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index。对，因为之前如果我们之前的版本是没有这个迭代变量的，那么大家如果想在一个循环体内得到当前循环是第几次迭代的话，就必须要自己去外面写一个，比如说声明一个 int i， 然后在这个 loop 里面你自己要 i 加1，要自己去写这样的一个变量，声明这样的一个变量和写这样的一个变量。那么如果有了这个迭代循环变量的话，大家就其实不用去声明，在外面再去声明和维护了，这个相当于是语言自动去维护了这个迭代变量的值。你的每一次迭代这个循环迭代变量都会加1，它会根据你的这个 loop 加1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展示的这个外层的这个 loop 是循环 m 次，那它迭代变量是 i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判断，就是说 i0 实际上是一个初始值了，就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用的这个复合操作嘛 i0 加，实际上它每一次迭代进来以后，这个 i 都会变，相当于都会自增1。同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loop 里面还套了一个2层的嵌套的一个 loop， 这个 loop 呢里面是 n 次loop n 次，然后它的这个循环迭代变量是 j。那同样在这个 loop 内部，我们可以检测说这个 j 实际上是每次 j0 的加这个值，然后我们可以去在这里面直接用 i 和 j 去进行这个数组元素的访问。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2维数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去访问。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数组的赋值。对，数组的赋值这块ASCII 语言也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要求的。之前我们的要求是说，如果你的数组的读，你是可以用变量去，就是你的这个游标数组的位置 position， 你是可以用变量去传进去的，或者是一个表达式传进去的。你如果是要读这个数组的话，
但是如果是数组的写的话，之前我们的要求是说你只能是用 literal 的这样的一个 index， 就是你只能用比如说 x212等于什么什么，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写操作的话，你必须得传一个这个 literal 的值。那么但是这次其实加了这个 induction variable 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循环内部去用这个 induction variable 作为数组的游标去进行写的操作。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展示的 x2 ij 等于什么什么，那这个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点啊，这个其实跟刚才我讲到的这个 CTC 是有关系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数组的写它的游标也要求是一个 CTC， 它的这个下标也要求是个 CTC。那么 induction variable 因为是这个是编译器内部知道，在编译的时候它是知道这个变量的这个值，它就认为这是一个常量的值，所以我在编译的时候是可以去知道这个数组的这个值到底是什么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用这个 induction variable 去做数组的写的时候的游标。除此之外，数组的写的时候，如果你写的是变量的这个游标的话，肯定会报错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OK， 那么下一个新的这个新增的这个关键字就是说一个访问修饰符 private。对 private 其实和其他的语言意思基本类似，就是说我如果声明了这个变量是 private 的话，那么除了我本合约以外，其他的外部的合约都不能访问我的这个成员变量或者是成员函数。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声明的这个 library 它有 private 的这个 private static 的属性它有一个 private static 的 function。那它有一个 static 的 function， 那么我在调用方，如果是 contract B 进行调用的时候，如果我直接访问这个 A 的这个静态的，但是虽然是静态的，但是它是静态的这个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写错了，这是应该是个 Y 对，如果说它是访问静态的这个静态的 private 的变量的话，它编译的时候会报错。同样，它也是如果是你访问的是private 的这个静态方法，它也会报错。那么只有说你访问它的这个公开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它是允许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算是一个 breaking change 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到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例子吧，就我们之前的这个上一个版本里面的contract 的成员变量这个比如说这个 age 这个成员变量，在之前的版本里面，在没有 private 之前，这个成员变量实际上我们把它做的是相当于是 private 的，那相当于外部合约你是不允许直接访问这个成员变量的，就是默认的时候是不允许访问成员变量的。那么但是在加了 private 这个关键字之后呢，我们为了保持这个一致，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些调整。调整是，如果你不加 private 关键字，默认这个 property 是可以被外界访问的这个是一个breaking change 吧，算是。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合约，如果有这个 concern 的话，就是不想被外部的这个合约知道自己内部实现的细节的话，可以去做一下调整。就是说，如果你不想把你的这个 property 暴露出来，可能需要加一个 private 的关键字。对，加了这个 private 的关键字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就有实际上有3种可见性，就是private、public 和 default 就是什么都不加。那么刚才说到了，就 private， 如果你是 private 关键字开头的这个声明的这个变量也好，或者方法也好，它只能本合约内部访问。然后如果是默认的，就是不加任何关键字，那像这种 age 3或者是直接声明一个 function， 那么这个这个 property 或者是这个 function 都是可以被外部的这个合约调用的。那么 public function 呢，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可能第一次接触这 ASCII 的这个同学可能会有些混淆就是我们这里的 public function 和大家比如说常用的 Java 里面的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常见语言里面的 public function 的含义是有些不一样的。我们这里的 public 在 ASCII 的语言里面，所有的 public function 指的是能够被外界
通过交易调用的这个 function 啊，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不光是说你可以被其他的合约调用，还包括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构建一个交易去调用这个合约，它实际上是合约真正的一个入口啊。同一个合约实际上可以有多个 public function， 那我们等一会儿在讲解合约示例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再展示一下。那这一点是这个 public 关键字和其他的这种常见的语言是有些区别的，这个也请大家再次注意一下。可能之前已经写过的同学已经了解到这个 public 关键字的这个特殊之处了。那我们这里面就是因为有讲到了 private， 实际上和它对应的这个我们再提一下这几个关键字的区别。OK， 那么最后一个新增的这个特性呢，就是说我们新增了2个内置的函数啊，一个是 repeat， 一个是 reverse bytes 啊。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repeat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为了简化数组的这个初始化声明。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声明一个数组啊，比如说这个 n 声明一个这个长度为 n 的一个数组，那我必须得因为 SQL 语言要求你不能声明一个空的变量，就是说你任何变量在声明的时候必须要有赋值，这也是为了合约安全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说你比如说你要声明一个 xs 这样的一个数组，它是 n， 那么你必须得去手写啊等于0000000这样的一个数组，或者是111这样的一个数组，你需要手写这样的一个初始值。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代码里面就会非常难看，你就数组如果这个 size 如果很长的话，你要声明这个初始化的时候就会写得很费劲儿。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内置的这个函数，就是 repeat 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它就 take 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x， 就是你要 repeat 的这个元素，第二个是 repeat 的次数是4。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是我要声明一个，这个可以看见 n 实际上是应该是等于4，因为我要声明一个同样长度的一个数组，那么它的数组的每个元素的值是 x 是1，相当于就是我用这样的一个声明 repeat 4，实际上等价于我声明等于1111这样的一个数组啊，这个是 repeat 函数的一个作用。那同样的话就是说不但它可以 repeat 这个数组，那对于这个repeat 单个的这个 int 的元素，那下面的这个2位数组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 repeat 一个2位数组1 2 3 4啊 repeat n 次，然后构建出这个新的这个repeat 一个1位数组，然后 repeat n 次构建一个2位数组啊，这是也是有数组的初始化的时候会非常有用的一个函数。那这个地方也想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说 repeat 的第2个参数，就包括这个地方的4或者是这个地方的 n， 也必须是我们刚才强调的，说它必须得是个 CTC 啊，就是它必须得是一个我编译时的这个常量，我编译时候知道的一个常量啊，这是一个它的这个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增的一个内置函数就是 reverse bytes。reverse bytes 呢作用就是说我把一个 bytes 反过来啊，就是编导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面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刚才声明一个 bytes 长度为4的这个 bytes 是0000啊00112233，然后它的这个长度是4，那么我通过 reverse bytes 这个 b4 4，那么我就可以把它翻转成33221100啊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 bytes。那么这个同样的就是说它也是 take 2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你要 reverse 的这个原始的这个 bytes， 第二个是它的长度，这个长度也必须是一个 CTC， 它跟这个 repeat 是一样的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如果你已知一个 bytes 的长度是固定的话，那么你可以用这个 reverse bytes 去做很容易的翻转啊。这是新增的2个内置的函数。好，那么刚才讲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从2021年1月开始到目前新增的这大概有8个新的
feature 吧，包括语言级别新增的这个 feature。然后我觉得下面就是说可能抽出一点时间吧，就是大家如果对我刚才讲的这几个 feature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或者是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有问题的话，我们先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答疑环节，好吧？好，有哪位朋友对刚才引入的这些新特性有问题的，可以举手。有吗？那还是我先问。我这儿记了5个问题，然后想让一翔回答一下，也是我关心的吧。第一个问题是你刚才最开始讲到这个 compile time const 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在实例化数组和循环次数初始化的时候是要用到的，然后你讲只支持这个 literal 的变量。就是在编译的时候可以计算出求值的变量，因为你要把它展开初始化嘛。然后你特别举了个例子，就比如说2+3这种是不支持的，目前是不支持的。对，我的意思有可能是支持。就这其实也是一个 const， 就是在编译的时候就可以求值的一个情况，是说现在还不支持，但是以后可能会考虑。对，这个问题对挺好的，就是说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 CTC 的这个变量，一定是说你在声明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确定的值，像2+3这种表达式，虽然我们看上去它是一个常数，对，但是在编译器的时候理解的时候，它其实它认为它只是一个表达式，虽然说这个表达式求值以后是个常数，但是所以说在目前来说，我们是不支持这种你写一个表达式的，哪怕你这个表达式里面都是 literal 的这个可以直接求值的一个表达式也是不行的。但是未来我们预期的是说，我们未来应该是会支持这种常量表达式，也可以把它归纳成 CTC， 因为实际上就说白了就是说它在编译的时候，只不过我们现在编译的时候没有运行时嘛，就是这个核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编译的时候没有运行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算一个表达式的值。那么之后有可能我们会加上这样的一个计算，那这样的话就像2+3呀这种常量的表达式，我们是可以把它直接替换成一个值的。那之后是有可能会支持这样的一个特性。OK， 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关于加和减这个操作符，就是你们现在是不支持，就是左值加就是加 A 这个是不支持的。有前缀也有后缀，对，加 A 或者 A 加一样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行为也是一样的，对，跟其他语言是一样的。就是加 A 就是先加后取值，对 ，A 加就是先取值后加，对对， okay，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好像没有内置循环 continue 和 break 的这关键字的支持，这个以后会考虑到吗？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可能对很多人都会问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 continue 或者是 break 这个其实是因为就是刚才说了，比特币脚本本身实际上是没有循环这个概念的，所以它也没有这个所谓的 break 这种操作码。所有的循环实际上它都必须要跑完的就是我们这里面实际上所有的循环，这也是一个 iScript 的特别之处，所有的循环它都必须得跑完，它中间是没有 break 这种行为的因为本身最底层的操作码上是没有 break 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编译出一个有 break 的一个这种合约所以这点上是对，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下，就是目前是没有的，之后应该也不会有 break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是因为比特币的脚本操作码不支持跳转，所以你们在做编译器的时候是没法用这个脚本来实现一个 break 的功能和 continue 的功能，对，因为这个是运行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时候要 break 或者 continue。对，就是说白了，核心根源就是因为比特币脚本本身没有循环，它就跟没有这个 break 呀 continue 这种底层的操作符，所以作为上层合约的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做出这样的一个实现，因为我们最终的编译目标是底层的这个脚本语言。对，好，谢谢。还有两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你开始讲的这个新的 private 的这个变量是一个就是在之前没有 private 关键字的时候，合约的 property 是默认 private 对吧？
对，然后加了这个 private 关键字之后，这个默认的这个是可以访问的，就 public， 就是这个是跟很多语言的特性都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 Java 的话，如果你是 default 关键字，它其实默认是不是 public 的。这个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还是说为了实现上比较方便一点？对，这里面其实是这样子，因为语言本身其实比如说你像 Java 的话，它 default 可能是不是 private， 但是比如说像这个 TypeScript 这种它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声明的 private 或者是 default 或者是这种public 这种声明，它的这个 default 实际上就是外部可以访问的，所以这个语言之间其实它是有差异的。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可能遵循的跟 Java 不太一样的另外一种这个常见的一种方式。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实际上也是说，我们在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 function， 就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 function 实际上之前有 public function 和普通的 function。那么 public function 如果你加了 public 关键字，我们是认为就这个合约是指的是说你这个函数可以被外部交易所调用，这是 public function 的关键字。那么如果你没有 public， 你就是纯写了一个 function。那么我们认为这个 function 是可以被其他方法去调用的，那这样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我不加任何关键字的这个 function default 是可以被外界调用的，那么我不加关键字的这个 property 为什么就不能被外界调用呢？之前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所以我们这次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它所有的行为都统一了，就是说你如果不加任何关键字，不管你是 property 还是 function， 你都是可以被外界访问的。如果你不想被访问，那你就加上这个 private 关键字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整体上更加一致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讲到在合约property 初始化的时候，就声明的时候是需要初始化的，是为了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然后用到了那个，比如说我在初始化我在声明一个数组的时候，你要用 repeat 这样的关键字来简化这个初始化的过程。如果说这个数组是比如说 int 5的话，你 repeat 13这种情况。所以是不支持的。你如果比如说你是 int 5，然后你写 repeat 13，会编译报错的。就是因为剩下的2个元素没有被初始化。对，因为这相当于是你的长度不一致嘛，你声明的是一个长度为5的数组，但是实际上你初始化的时候长度为3，这个肯定是编译是会报错的。所以在可见的将来，这个也是不会被支持的。就是我的意思是，默认的初始化值也是应该不会被支持。对，就是说如果是你要初始化的话，你必须得是显示的，不管是 repeat 还是裸写你必须要显示的做到一样的，它这个长度一定是要一样的。对，好，谢谢。还有其他朋友有问题吗？这个。哎，你好我有2个问题，一个是那个就是2维数组的时候，那个 repeat 可不可以就是 repeat 再 repeat， 就是里面包含一个这样子来初始化这个2维数组？其实是可以的，因为因为刚才比如说我们会回到刚才的，对这个地方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就那个1、2、3、4那里，我可不可以 repeat 1、4？可以。因为 repeat 它会返回的是一个数组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如果是 repeat 1、4，那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这4个元素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谢谢第二个其实我也比较关注那个 loop 同样的问题，就是那个 continue 呢，我觉得还好，因为 continue 你可以用 if 去做，然后那个。但 break 其实挺常用到的，我觉得是可以支持的，就是用那种相当于是个语法堂吧，就是你编译的时候，你可以说后面比如说有一个变量保存的是那个，就是它当前的状态是不是 break 掉了，然后 break 以后，就是 break 了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变量就是这个状态设成就是已经是。break 掉了，然后它还在循环，但是就不再执行里面代码了。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提供一个类似说语法堂的东西，因为它确实挺常用的。OK， 对这块我们可以再去看看吧，因为这个可能是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可能编译器内部的这个原理可能会有些关联吧，就是说我们这个编译器实现的时候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限制这个 break 其实。对根源上确实是因为没有本身没有循环和 break 这个操作码，
然后呢，语法堂这块儿，其实我们之前是想过的，然后但是想了半天，其实也没有太想明白，在我目前的这个上面怎么去加，所以这个不过我们可以内部再去看一下，就是这个确实像你说的，就是可能一般的觉得大家写循环就是写个 break 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对，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也是由于我们这个语言比较特殊吧，对，所以说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让大家觉得乍一眼看上去挺不习惯的这样的一些设置或者是设定，对，这个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底层的这个比特币脚本本身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结构和构造，对，行，这个我们可以留作内部之后再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实现一个语法堂。好，谢谢。还有朋友有问题吗？我刚刚看这个很像那个C 语言的一些语法，你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有就是对内存的一些操作吗？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这个语法上面，其实大家可能因为大家的背景不一样嘛，就是写过 C 的、写过 Java 的、写过 JavaScript 的，大家看上去可能都有点眼熟。对，是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设计之初的一个目标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尽量以一个非常低的门槛和这个学习曲线去学习 ASCII 的合约开发。所以呢，在这块语法上面，其实大家可以找到，就是说很多似曾相识的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说了会有一些特殊的，像 loop 啊这些非常特殊的元素。那么内存操作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因为底层编译就是它的最后编译出的结果是Bitcoin Script 的语言。Bitcoin Script 它是基于站的一个基于站操作的一个语言，所以它实际上是没有内存这种概念的啊，就是说它不像是普通的这个咱们常见的这种基于寄存器的这种语言，它会有内存呀、什么缓存呀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概念，它实际上是在最终编译成的这个脚本以后，实际上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串 ASM 的这个操作码，所有的你的这个语法，所有的你的这个操作，最终都会转换为操作码。这个操作码是线性执行的，所以它里面是不会有这些内存呀这些概念的。然后呢，包括就是非常特殊的，就是说这个操作码一旦编译完成以后，它是没有任何输入输出的，就是比特币矿工的虚拟机在执行这段操作码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输入输出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我们后面会反复强调，就是说我的这个智能合约，这个你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啊，锁定脚本和解锁脚本本身拼起来以后，就构成了完整的合约的脚本。然后所有的数据，所有它需要的这些数据，它都会在这个完整的脚本中包括。它没有像普通的这种程序，说我可以读个磁盘呀，或者是调一个外部的接口呀，这种去访问外部的这些数据，它是没有的。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编译生成的这一串脚本代码里面了。所以它的好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functional 的一个函数，你无论是谁执行，哪个矿工执行，它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啊。所以说这个矿工 confirm 的就是一层的这个所谓的强一致性，就是由这样的一个机制来保证的。因为大家执行的同样的代码，同样的逻辑，最终一定只能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如果你得到不同的结论，那一定是你错了，你的这个代码有问题，有 bug， 或者说你要故意捣乱。那么否则的话，相当于对于相同的输入来说，你最终的结果只能有一个啊，这就是所有矿工的共识，也就是这个共识。对。不知道这个回答满意吗 ？OK。好，我们还给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我就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考虑在嵌入式的一些环境下去运行这样一些脚本？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说，脚本本身的执行啊，实际上都是在矿工的本身的节点软件里面去进行校验的嘛，它其实是没有分化出专门执行这个脚本的这个硬件或者嵌入式。但是未来如果是说，比如说像咱们这种 Sensible 合约啊，这种广大的智能合约非常大的时候，就非常多了的时候，那么比如说矿工处理的交易里面，可能有80%以上都是非常大的这种脚本的带有智能合约的这种交易的话，那么一定
矿工一定会出于这个盈利的目的，他会去做这个优化。那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产生专业的设备去处理脚本本身的，因为本身这个脚本的执行实际上就类似于就是它是可以有专门的设备来处理的。这个设备不管是 PC 设备或者是嵌入式设备，它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前提一定是说这是有利可图的时候，矿工才会去看这个事情或者是对它。因为现在比如说可能全网99%的交易都是普通的 P2P KH 交易，那么只有1%的交易是这种复杂脚本的交易。那矿工验证也无所谓嘛，他就跑一下嘛 ，PC 上跑一下就跑一下了。但是如果说这之后的这大量的交易，80%以上的交易都是复杂的这种带有复杂脚本的这种交易的话，他一定会为了更多的去获得这个利润，打包利润，他会要优化这个脚本执行验证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专业化分工的这种设备或者是服务也好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认为。OK。好，谢谢一强。然后还有问题没有机会问的朋友不用担心，一强今天一天都会在会场。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 Ascript 的范例合约的解析。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合约这个示意合约是一个公平抛硬币的游戏这个游戏是什么一个场景呢？我大概先讲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和 Aaron 2个人，我们俩决定是玩个抛硬币的游戏。然后比如说我赌这个硬币的结果是头朝上 ，Aaron 赌这个头朝下。但是呢，我们现在手上没有一个硬币，那我们需要想用这个在 Bitcoin 网络上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抛硬币游戏，我们需要怎么做？那么这个需求里面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是不需要一个第三方去验证这个去做一个证明的到底是谁赢了，我们只需要我们2个人参与，我们就能够确定到底是谁赢了，并且这个游戏的这个结果一定要是一个公平公正的，让我们2个都这个承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合约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会有一些关键的一些设计的要素，就是说最核心的一个概念或者是设计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个结果在真正展示出这个结果之前，我们2个是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出的是什么的就是不知道不是说对方出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玩这个游戏以后呢比如说我猜的是头或者他猜的是尾，然后这个结果是可以被证明的然后呢是不可抵赖的，这是一个设计关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约具体的这个合约是怎么样的一个合约我们这里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这个合约就是说比如说是一个 coin toss 这样的一个合约。然后这个合约我在这个创建它的这个property 的时候，它实际有这样几个关键的这个 property public key 就是 Alice 可能就是比如说是我public key Bob 就是Aaron 的这个我俩的公钥。然后呢下面会有一个这个我们叫 commitment 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数， Aaron 也选择了一个数，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数先进行一个哈希，这个哈希就是我们的 commitment， 相当于大家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比如说我选择的是1， Aaron 选择的是2，但是在合约部署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把1和2告诉对方，我们会把1和2的哈希都告诉对方，告诉到这个合约里面。这个哈希作为我们的 commitment 放在这个合约里面，初始化的时候就已经放进去了。然后在真正去玩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调了这样的一个 toss 这样的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的解锁这个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 public function 实际上就是刚才强调过很多次，就是说它是可以被外界通过构造交易来进行调用的一个函数。那么它这个函数的这个参数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解锁脚本就是 unlocking script。这个解锁脚本里面包含几个值，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我出的这个数 Alice 这个 nonce， 这个 nonce 就是这个数，然后还有 Aaron 出的这个数，然后还有一个最终的这是赢家的一个签名。对，然后这个合约怎么校验呢？相当于是说首先我进来我判断一下说比如说我选择的这个数，我们俩选择的这个数都是个32位的数，然后首先要判断 require 这个我出的这个 length 这个值是等于32同样的就是
Aaron 出的这个数 nonce 也是32位，并且他们的这个哈希256要是跟我刚开始合约构建的时候放进来的这个哈希是一致的，相当于我最终提交上来的这个 nonce 的值和我当初的 commitment 是一致的，这部分的逻辑是在验证这个。那有了这个验证之后的话，那我下面就来判断输赢。判断输赢，实际上我们这里面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来判断我们这两个 nonce 做这个易货以后取最后一位，看它是这个1还是0啊。这个值相当于是我们有两个数嘛，我们两个数直接做一个易货啊，然后再取最后一位。如果这一位是，比如说这一位是1的话，这个值是1的话，那么就是我赢了啊。那如果这个值是0的话，这个就是 Aaron 赢了。那么最后一条一个 require check sig， 就相当于说赢家你最后发上来，把你的这个签名以后的这个，你可以发这个 unlocking 这个脚本啊，不是这个发送这个解锁交易。那这个交易一定是赢家签名的，我这里面会验证说你现在是谁赢了，但是你这个赢的这个人，必须得这个作为解锁参数的这个脚本传进来，这个签名作为解锁脚本的参数传进来，这样相当于不能冒领嘛，对吧？那整个这个合约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先做出 commitment 啊，就是我们这个 commitment 是不可变的，这个在合约部署的时候是不可变的。那真正到合约调用的时候，我会需要去检验这个 commitment 是否符合。如果符合的话，那我再针对这个 commitment 对应的这个值进行一个计算。那这是一个非常比较常见的，在这个Bitcoin script Bitcoin 的这个 contract 里面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吧，就是做 commitment 的方法。然后对，这里面我们再详细看一下，刚才其实讲的是这个合约本身的代码，然后我们从这个交易的角度去看一下啊，因为这是刚才说的是，实际上这个合约本身实际上可以做成2个交易，第一个是部署交易，第二个是调用交易。那么比如说部署交易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部署交易是 TX0， 左边呢是它的 input， 右边呢是它的 output。那么 input 我可以做2个 input， 一个是这个 Alice 的这个 input， 然后一个是 Bob 的 input， 然后相当于他们2个可以把这个，比如说可以打一些BSV 进来嘛，对吧？然后放到这个合约里面去进行这个游戏。然后输出的话，就是这个 contract 是一个 output 0的输出，然后 output 1、output 2分别是他们俩的找0啊，这是它的一个找0。然后这个 contract 里面包含的几个关键的属性呢，就是首先这 output 它的这个 amount 就是2差，就比如说他们每个人打了 X 个coin 进来，然后实际上这个合约里面就有一个2差的一个 amount。然后它的锁定脚本就是刚才说的，包括几个关键的值啊，两个人的 pub key 以及他们的相对应的这个 nonce 的哈希，这是作为 locking script 里面的重要的数据，它在部署交易的时候就会放到这个交易的里边啊，这个是部署交易的一个 transaction 的一个结构。然后调用的时候就是这个交易结构了，调用的时候就比较简单，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input 就是赢家会用这个会构建这样的一个交易来进行解锁。那么它解锁的时候会需要把这个 Alice 的 nonce 和 Bob 的 nonce 以及他自己的赢家的这个对交易的这个签名传进来，然后作为解锁脚本放到这个针对这个 input 的解锁脚本。然后输出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一个简单的它的赢家的一个 P2PKH 的一个地址啊，就是正常的一个 P2PKH 输出。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如果谁赢了啊，他就可以直接调用这样的发这样的一个交易去把这个合约里面的这个锁定的刚才说的 2x 这个这个 coin 取走。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公平的这个抛硬币的这样的游戏的一个结构。那么讲这个游戏是讲这个合约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这里其实可以拓展发散一下，就是这个合约实际上它是代表了一
一类游戏就是一类合约，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代表可验证公平性游戏的一类合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probably fair game，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就是可能区块链上就是比较之前也是比较火的吧，就是各种游戏里面其实它就是说用一个可验证公平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给这个玩家提供一个更可信的一个参与感。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用这个 Bitcoin 的这种方式，不是用交易的这种方式，不是用这种不可篡改的这种账本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去作弊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可验证公平性这个游戏，实际上它只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包括这里面我们现在用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先做 commitment， 实际上就先把你原始的这个数据，可以理解为先把你原始的数据做个哈希，这就是我的 commitment。然后最后我要去真正执行的时候，真正验证的时候，我再把原始的数据提交上来。只要我能跟我之前的 commitment 是对得上的，那就说明我没有违背事先的承诺啊，我就是真正的是用事先的这个承诺在做这个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技巧啊。这个地方就是在游戏里面其实是有这样一类游戏，它都是可以认为是可验证公平性的游戏。这是一个从这个合约出来的一个拓展。然后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再下去看一看这一类的东西。OK， 然后第二个合约这个事例呢，我们想讲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定期支付的合约啊。定期支付的这个合约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用户可以存入款项，然后呢，我的收款者或者是商家，我可以定期的去收取啊。这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嘛，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订阅什么爱奇艺啊，或者是订阅这个视频网站进行付费，对吧？它会每周不是每年，或者是按月付费，或者是按年付费，然后它定期会进行一个扣款。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定期支付的合约。对，然后这个合约的代码就是我也大概讲一下吧，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就是我们来大概看一下这个这几个上面有几个变量啊，就是它的这个用户的 user public key hash， 用户的公钥的哈希，然后这个merchant payment 是指的是这个商户每次可以提多少出去啊，然后 merchant public key hash 就是商户的 public key 的哈希，然后 frequency of payment 就是商户多久多少秒之后可以提一次币啊，就相当于可以他隔多长时间可以去提取一次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款项。然后这里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user， 就是作为用户他这个存钱是怎么做的。那存钱的用户可以存钱，就是说用户可以调用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就是 deposit user 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它可以往这个合约里面去存钱啊。这个存钱就是多次存入。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用到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output TX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我们也有很多文章会去介绍。然后这里面 preimage 实际上是作为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preimage实际上是当前交易的一个原像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先不做太多的解释，这个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很多文章和视频都有这个讲解。然后 preimage 作为原像传进来，然后我要存入的款项，然后我的找零，然后这个合约本身的校验就是说，首先我去校验一下这个preimage 是不是对的，就是 check preimage 第一行 require， 然后我校验一下这个存入的款项一定是要大于0的，然后呢我去计算一下我当前合约这个变更后，就是你存入款项以后，我当前合约里面还有多少这个币就是多少 coin， 就是这个我们用这个 util 去从这个 preimage 里面取到原来的这个值，再加上我存入的这个值，就是我新的这个 contract 里面的值，然后我们去构造这个存入的这个交易的输出那这个输出的话，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个脚本加上值来构造一个输出，然后我还可以构造一个就是找零的一个输出就是这个找零的输出相当于是说如果它小于
如果它小于546，这是个大词 limit， 那就是我不构造找零输出了。如果它大于这个值的话，我再构造一个找零的输出。这个找零的话，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我去用它的这个直接构造一个 public key hash script 啊，用这个 user 的这个 public key 地址去构建一个，然后找零的金额构造好。最后我校验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校验，就是说我校验我当前合约构造好的这两个输出 #256 一定要等于我的 preimage 的 hash output 啊，这是做一个合法性的检查。然后这个是用户存入的这个一个函数。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用户如果是说我不想继续付款了，我也可以把这个合约里面的这个钱提出来。那提出来的时候呢，这个 function 就是一个提款的用户提款的一个操作。那这个操作就是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P2PKH 交易啊，用户做一个签名，然后把他的 public key 发上来，然后直接校验一下，这里面直接校验一下这个签名和 public key 是对的，这就是典型的 P2PKH 的一个校验。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合约里面的钱提走。对。刚才介绍的是这个合约里面用户怎么样去存钱以及取钱。那么对于商户来说，商户怎么去进行取钱呢？我们来看这个商户提款的时候它的这个交易，这个函数相当于商户提款的时候，它只需要传一个这个当前交易的这个 preimage 进来就可以了。那这个 preimage 进来以后，我们怎么去校验呢？当然，首先就是说你要校验这个传进来的 preimage 是一个合法的 preimage。就是 tx check preimage 这样的一个第一行都是会用这样的一个进行校验，然后我们可以构造商户的这个输出。那这个商户的输出，我们可以看到我在首先构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这构造了一个 P2PKH 的输出啊，这个输出是直接给商户划款的。然后呢，这里面我们需要实现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要求说商户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就是每次划款间隔不能再短于它的这个划款周期，提款周期。所以呢，那具体实现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去检查我们这个 preimage 里面的这个unlock time 这样的一个字段，我们就可以去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具体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同样就是可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preimage 里面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脚本script code， 这是之前的锁定脚本，然后长度，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有状态合约的通常这样的一个存取放这个数据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脚本的最后有一个长度，我们可以得到它的这个时间，就是它的这个成熟的时间。这个成熟的时间新的成熟的时间相当于是我要在老的这个成熟的时间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这个 frequency of payment 的这样的一个偏移。那么这个新的存储时间就是一个你新设定的不能早于这个时间，商户是提款一定会 fail 的。然后呢，下面的话我们就是形成新的这个锁定脚本。这个锁定脚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这个合约的之前这个合约的这个代码部分加上新的这个生成时间的数据部分，然后我们组成了新的脚本。然后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在校验这个unlock time 实际上是这个笔交易发给矿工之后，矿工不会在这个时间或者是区块高度之前打包这个交易，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检查说当前交易的这个 unlock time 等于我新设置的这个 new mature time， 就相当于我新设置的这个时间只要它们是相等的，那我认为这个交易发出去之后，矿工一定是不会在这个时间之前进行打包的，所以商户在这个时间之前是不可能去提币的。然后下面的这几行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这里面写死了一个费这个就因为这是一个示例合约，所以关于费用计算的话，我们都简化处理了，就是直接写死了一个值，然后重新构造这个利用这个费，然后重新更新这个合约里面的它的这个
这个 amount 的值，然后进行一个更新，然后构造这个合约自身的这个 output 的输出，然后进行一个，就是我这个合约相当于是要有2个输出，一个是合约输出，一个是 merchant 的这个P2PKH 的输出，然后我把这2个输出进行一个校验，和它的 preimage 是保持一致的。那这一部分就实际上是完成的是说整个这个商户提款交易的一个合约构建。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易结构，这个交易结构可能就会看这个可能会大家更容易理解啊，就是用户充值的时候交易是什么样的交易呢？一个 input 啊，就是用户充值，那他可能比如说第 i 次充值的时候，他就充值的是 xi 这个 amount 的这个币进来，然后输出2个输出，一个是合约的输出 output 0，一个是用户的找零的输出啊。合约的输出它里面做的变更就是说我把这个 amount 字段 amount 的这个值，它的 output 里面的 amount 原始的累积的 AI 这个 amount 加上新的进来的 xi 这个 amount， 就是作为合约最新的这个它的这个 amount。然后合约的这个 locking script 里面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比较关键的字段会在合约的 locking script 里面始终保持，这是一个用户充值的交易结构。那么商家提款的这个交易结构就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写的有点问题啊，这个应该是 merchant P2PKH， 相当于它是这个图好像有点问题啊，对，这个地方应该是刚才说的是商家发的这个 preimage， 它的这个锁定脚本应该是商家发的 preimage 进来，然后它的 output 就是应该是一个商家的一个输出，然后合约的输出啊，这个图可能我当时放错了，这个图是用户提款的一个交易图，对，但商家的这个交易其实也类似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只不过是合约里面去 amount 去减去了一个这个值，然后另外有一个给他自己的一个 P2PKH 的一个 output。OK， 那么行，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3个这个合约的一个事例。第3个合约事例是一个数独游戏啊，这个数独游戏我不知道在场的有多少人玩过，能举下手吗？数独游戏玩过的我看基本上都玩过。OK， 对，这个合约是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有偿去寻找一个数独的一个解决方案啊，比如说我刚开始玩游戏啊，玩数独游戏，比如说我卡住了或者怎么样，我想把这个解不出来了，我想把这个难题发到这个Bitcoin网络上，看看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出来。如果有人解出来的话，我就会给他一定的这个奖赏。就我们希望是做这样的一个合约。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就是首先就是我再解释一下这个数独的规则吧。这数独规则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它这儿有一个9×9的一个框啊，它要求的是说每一行每一列的数都是不能是完全一样的数，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小的方格里面，正方形的方格里面，它的数也不能是完全一样的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每一行每一列，不管你哪一行或者哪一列，或者是哪一个正方形的小格里面，它的这个数都得是从1到9这样的一个数。那你的游戏的目的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这些这个黑色的是它给出来的题，然后你把红色的这些地方是你自己给出的这个答案填满，只要填满以后满足它的这个数族要求的这个规则，就算是你赢了，就算是你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这个合约设计的这个初衷也是说我刚开始可能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只由黑的这个数字部分组成的一个谜题，然后呢，如果有人给出了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图中所示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我验证一下说 OK 这个解决方案是没问题的，那么你就可以把我这个放在这个之前的这个部署交易里面的这个bonus 去提走。那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设计的逻辑。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对，这个合约的主要的代码就是在这边啊，就是两部分，左边一部分，右边一部分。首先左边一部分我解释一下，这个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用一个 bytes 来表示这个棋盘啊，这个棋盘实际上刚才看的9乘9嘛，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 bytes 来表示这个棋盘上每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然后它的这个维度就是一个长度就是一个9。然后呢，初始化的时候，相当于是我构建这个合约的时候，我初始化的时候就相当于把我这个 board 的这个原初始化的这个棋盘放上来，这个数独的这个盘放上来，作为我的这个题目。然后这有一个内部用的这个 function merg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初始化的这个棋盘，然后你给了我一个 solution， 同样这个 solution 也是一个用一个 bytes 的这个数据结构来表示。那我需要去把你的这个 solution 和我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棋盘给 merge 起来。然后这个 solution merge 是怎么 merge 呢？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每一行每一列，然后我去这有两个内嵌的这个循环，大家可以看到 loop 一个 loop， 两个内嵌的 loop， 这里面用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induction variable 的这种表示，一个是 I， 一个是 j， 然后我去从里面去，相当于是从这个首先从这个新的这个棋盘上读到这个位于第 i 行第 j 列的这个值是什么，然后我去同样的就是说我可以看到它这个 input 从这个 solution 里面读到这个这个 solution 里面读到它的 solution 里面的这个值是什么，然后我去检查一下我这个是否能更新，是否能用我这个 solution 去更新这个 new board， 这个 new board 实际上就是在不停的更新的这样的一个 board。规则也很简单，如果这个值是空的，相当于是说我的这个现在正在更新的这个 board 上面没有填入一个值，并且我就进去校验一下，说 OK， 你这个 solution 里面的对应的这个值小于等于9，我就可以让你填进去。填进去的话，然后我就更新一下我这个 new board 等于 set value， 这是在这个 new board 的这个第 i 行第 j 列把你的这个 solution 的 input 给更新进去。这样的话，我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 new board。然后，如果说我的这个 new board 的这个值在这个位置的这个值已经不是0了，就说明它已经有值了。那么我就要判断说你的 solution 给的值和我原来的这个值要是一致的啊，就不能说我给你出一个难题，然后你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就直接是1 2 3 4 5 6 1直接写死，就是相当于把我的题给换掉了，那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一定要检测说你给我的这个特殊的这个位置，如果我这儿有数了，你是不能变的，你不能给我换一个值。对，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merge 的一个逻辑。对，这是相当于是一个 helper function， 我们会在真正的去做这个交易的时候会用到。然后右边的话，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去提交这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入口的函数，就是 solve。然后 solve 的话，同样就是我把这个 solution 提交上来。然后这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做一些基础的检验啊，就是你的这个 solution 的长度呀，一定要符合这个要求啊什么的。然后同样的就是2次循环，这个相当于是我在这个 solve 这个 function 里面，实际上最核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检查说你给我提交的这个 solution 一定要是满足我的这个要求的。怎么满足呢？就是说我的每一行每一列的这个元素都要是这个唯一的啊，并且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那我们可以看，就是我现在相当于对每一行每列的 第 i 个 第 i 行第 j 列个元素，然后我首先会读到这个 row 的这个 element， 不好意思，读到它这个值，然后呢，我去检查这个 row array， 相当于是我这一行到底已经有哪些值了，column array 相当于是我这一列有什么值了。然后这个 square array 就相当于是我这个方块里面已经有什么值了。那么我所有的这些检查，就是如果你是没有的话，我就把你 push 进去，对吧？行的 push 进去，然后列的也 push 进去。
方框的也 push 进去。那么它 push 之前，它都要求你必须是没有的值。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一旦出现，比如说有一个重复的值，那么你这个地方的 require 一定会 fail， 那么你整个合约就会 fail 掉，相当于你提交的是一个不合法的一个solution 啊。只有你所有的这些地方 require 全部过了以后，那么这相当于是验证了说你的这个提交上来的这个 solution 是一个真正的能够通过我所有的满足我条件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那这个时候最后它就是直接是一个 require true， 相当于是你可以解锁我这个交易，把我这个币提走了啊。它的核心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就是在校验你给我提交的这个 solution 到底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要求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独游戏的这个交易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个是合约部署的一个交易结构啊，同样也是很简单，就是这个 transaction 的 input 是来自这个 questioner， 就是相当于这个提问者，他把这个boards 这个作为一个 input， 把他自己的这个 P2PK H 那个打一点钱进来，把 bonus 放进来，然后 output 第零个 output 是 contract output 啊，它的这个 amount 就是我放进来的这个 bonus， 然后它的这 locking script 呢就是我放进来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 board 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还可能还有一个输出，可能就是它的找零输出，这是相当于我提问的时候，这个作为发问的这个交易是这样可以提交上来。然后合约调用交易相当于是我的这个 resolver 去提交它的这个 solution 的时候发的交易。那么也很简单，就是这个交易的输入就是从 resolver， 然后它的解锁脚本就是把它认为的可以解锁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作为解锁脚本传进来，然后这是它的交易输入，然后它的交易输出呢就是自己的一个 P2PK H 的地址，相当于我用这样的一个解锁的这个答案去把你这个合约解锁了，然后把你里面的币提到我自己的地址上，这就是一个交易调用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这个交易也非常简单。对。讲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问题去发散一下啊，因为数独本身解决数独这个难题，其实是一个 NP complete 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其实可以通过类似于刚才所讲的这种寻求数独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和过程，去解决一类 NP complete 的问题的计算外包问题。实际上就是说。NP complete 的问题，它的核心在于我要计算出这个答案是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但是我要验证一个已有的答案是相对来说是简单的、是容易的，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在设计合约的时候，我们针对这一类问题，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数独的这种计算外包啊，比如说我发一个合约发一个合约上来，就是我可以提一个难题 NP complete 的问题上来，那么如果有人去能够给出我这个答案，或者是给出我想要的计算的时候，那么我在后面，如果我能在合约内部去合理的验证或者有效的去验证他给出的这个答案是不是我问题的正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一类问题都可以用刚才类似的数独合约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那实际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里面可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应用的空间和玩法那究其原因，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不对称性，因为你求解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验证这个问题相对简单，但是这个验证的过程，实际上我们通过把它合约化，然后可以保证的是说这个验证的过程一定是准确的然后是一旦你真的提交答案的话，就是它是不可篡改的，就是说不是说我承诺我要给你一个什么 bonus， 但是你真正做出来以后，你可能这个就没有了。我们通过这合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来去约束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吧，这也是一种协商吧，对吧？那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数独合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今天想讲到这儿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对，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想一下，这个发散出去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那今天最后一个合约就是我们想讲一下，就是说我想讲一下是一个应用随机数的一个合约啊。这个合约前面3个讲的合约其实如果有去看我们博客呀，看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其实都发现前面3个合约其实都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老的合约，然后我们也有专门的文章会去介绍过这些合约。那今天这个第4个合约呢，实际上是就是我在这次 Bootcamp 新写的一个合约啊。这个合约其实是要解决一个应用内访问随机数的一个问题。这个它的需求就是说我有些应用合约内部是需要有一个随机数的使用场景的。但是呢，因为我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合约本身它是不能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能读取任何外部输入的，它没有输入输出的，所以它需要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必须要在合约内部能够去包括。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我做了一个就是很 tricky 的一个设计吧。这个设计可能之前也有过，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block nonce， 因为本身比特币大家可以知道，比特币的这个 block 你要去矿工需要去计算出这个 block 挖矿的时候，它要算那个 block nonce。block nonce 本身是一个随机数，因为这个是绝对是不可预先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巧妙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block nonce 作为一个种子，我们只要在合约内部做一个随机数生成器，伪随机数生成器，我们就可以在合约里面去用这个随机数了，产生和使用随机数了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想法吧。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对，然后这是一个合约这个合约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最早也是最简单的一个伪随机数生成算法，叫线性同语法这个方法其实我在这儿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实现。这个方法，这个伪随机数序列生成法的它的有最大的好处是它是可以用递推的方式来生成下一个随机数的相当于是说比如说我这里面是一个 prev r 是指的是它上一次的这个生成的这个随机数，然后它新的随机数怎么生成呢？就是它是会有几个参数这个重要的参数，一个 MAC， 这是它的线性重要参数，然后它的生成算法非常简单，就是我新的随机数就等于 A 乘以老的随机数加上 C 模 M这就是线性同语法生成随机数序列的这个公式。这个公式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比较 tricky 的地方在于，就是比较有技巧的或者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这个你的这个系数的选择。这个系数的选择有很多种这个方法，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它是生成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递推关系的，所以如果你这个系数选不好，实际上你的随机数序列生成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个高度相关的一个系列这个其实是我们不希望的。那我们这个地方用到的这个序列呢，这个系数的实际上是和这个 Java 的这个 util 的这个 random 采用的是同样的系数就是一个 m 是一个2的48次方， a 是一个这么大的值， c 是一个这么大值这个系数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就是用的是同样的系数相当于是说 Java 的这个也是用的是 Java 的这个 util 的 random 也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随机数生成器也是用的这样的一个系数，所以我们这里就简单采用它的这个系数来做随机数生成。它的这个它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它的优点就是说只要你给定一个种子，那你实际上你在不断的更新调用的时候，它就会基于从这个种子出发，它会不断的生成这个随机数序列，伪随机数序列。它的好处为什么叫伪随机数序列？因为如果你再从这个种子出发，它生成的那个序列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也是可以进行验证的，这就是伪随机数的好处嘛。这也是这个就是常见的计算机里面去生成伪随机数的一个方法。当然这个生成器是很简单的，还有更复杂更先进的一些随机数算法生成器，这里面我们就只是挑了一个最简单的实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用。然后我这里做了一个使用的合约这个合约叫 I'm Lucky， 就是这个合约是干什么呢？就是说我想实现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去猜，比如说现在的 block 高度是1000，
那我现在猜，比如说第1001个 block 出来的这个随机数，我来进行一个猜测。然后我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这有个 guess count， 相当于我连续猜2次。如果我两次，就是相当于我用这个下一个 block 的它的这个 nonce 作为种子，然后我连续生成2次随机数。如果这2次随机数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 block 之前没有产生之前就猜中的话，我就能解锁这笔交易，我就能把这个提走啊。如果是猜不中的话，就这个钱就锁在里面了。其实这个合约的核心的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说我在部署合约的时候，实际上我肯定是不知道这个随机数是什么的，因为那个 block 还没有出块，对不对？我只是在这个地方声明了一个说，我现在要用比如说第1万块的那个 block 的随机数啊 nonce 作为种子。那这个时候因为第1万块没有产生，所以我是不知道这个数到底是什么的，那我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作弊，说我知道你这个随机数序列到底是什么。但是同时呢，我又把我的 guess 放进去了，相当于我在这个 block 产生之初，我就先猜了，对吧？我先猜说，我连续产生2次随机数的话，可能是一个3一个4，对吧？我先把我的 guess 放进去，就是猜测的这个结果放进去，然后我就等着，然后等到这个 block 出块以后，那么我就知道了说 OK 这个 block 的 nonce 到底是多少。那么我现在需要调用的是第2个这个函数，叫 initialize seed， 相当于我要去初始化我这个合约里面所包含的这个随机数的种子。然后这个初始化的过程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会把这个 block nonce 传进来，就是这个 blocks 本身的这个 nonce 传进来，然后我会把它这个交易的 pre-image 传进来。然后这里面进来以后，首先同样的就是我会先校验一下这个 pre-image 是合法的。对，然后这里面有一个to do，这个to do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可以引入一个 Oracle 去做这个校验的，因为核心的问题是说，我先指定，核心的问题是说我在部署合约的时候，实际上指定了一个 block number， 对吧？那么我在初始化这个 seed 的时候，我一定要用的是这个 block number 对应的这个 block nonce 去做初始化，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那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因为我为了简单嘛，就是没有引入 Oracle， 实际上你是可以这个地方引入一个 Oracle 去做校验的，就说他们2个一定是一致的。那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简单，就是没有引入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引入 Oracle 也好，或者是你线下之后再去查看那个交易也好，实际上你是可以人肉确认说这个 nonce 和这个 block number 一定是一对应、一绑定的。那只要你能验证这个东西，就证明它这个随机过程实际上是用的是真正的随机过程啊，就不是一个 fake 的随机过程。然后初始化的这个方式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我把这个核心思想就是我会把这个当前生成的这个 seed， 就是我会把 seed 或者是之后每一次生成的这个新的随机数，我会保存在这个合约的状态里面，这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一个方法。然后呢，保存在这个合约状态之后，那么我们下一次再用这个 LCG 的一个算法去调用生成新的随机数的时候，我就把它作为一个参数传进去就行了。因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递推的方式算出下一个新的随机数，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初始化这个 seed 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我把它存到这个我当前合约的输出的这个数据段，不好意思，存到这个数据段里面去。然后这里面其实就是在校验这个读一下这个锁定脚本，然后找到之前的这个数据段里面存的这个 prev r。那我初始化的前提一定是说这个 prev r 没有被初始化啊，就我不能再次初始化这个字段，相当于我合约部署的时候，它可能这个seed 是未初始化的等于0的一个值，那我这个 initialize seed 只能调用一次。那一旦它这个 prev r 被初始化以后，它就不能被再次初始化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做这样的一个保证。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就是计算一些 value 吧，这个地方也是做了一些简化，就是费啊什么的，就是从合约里面扣了。
然后形成的这个锁定脚本就是当前的这个脚本加上我的这个 nonce 的这个数据字段啊，然后做进去，然后把这个 output 构建好，进行一个校验。那这个相当于是调用 initialize seed， 相当于是把我的这个 block nonce 真正的传到合约里面去了啊，它是一个有状态的合约。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最终就是初始完这个 seed 以后，那我真正的去怎么样去所谓的去真正的是 unlock 这个合约，或者说真正的去验证我当初给的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那我就很容易，我就是调用这个 unlock 这个方法。这个 unlock 这个方法同样就是上来以后，我会先从我的这个当前交易的这个数据字段里面读到我的这个 prev2 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unpack 出来，因为这个 prev2 是一个 int 值，把它 unpack 出来。然后我需要校验一下这个 prev2 是大于0的，说明它是初始化过的啊，只有初始化过的时候我才可以用这个种子。然后下面的这个随机过程就很简单，随机过程就是说我刚才咱们构建的这个 LCG 的这个 random 对象合约，然后我把这个从合约里面读出来的当前 prev2 的这个值传进去，构建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帮助合约对象。然后我这里面也是做了一个刚才说的，做了一个 loop， 就是说我们的需求是我要连续猜2次，比如说我这个 guess count 是2次，那么我能够成功解锁的条件是我这2次每一次去猜我的这个guess 相当于 this 点 guesses I 相当于是我当时合约初始化的时候放进来的我那个猜测的那个预测的这个数，比如说是3和4，对吧？然后我这个 random 点 rand， 然后相当于得到了一个根据这个种子去得到了一个新的随机数，这个随机数然后模上我的这个 rate， 这个 rate 相当于是我做了一个比率嘛，就是我现在比如说这个 rate 是5，那相当于是我只要猜0、1、2、3、4，相当于1/5的概率能猜中这个值。那么如果我连续猜2次，实际上就是我只有1/25的概率去猜中这个值。那么只有这2次都猜中的时候，你的这个合约才能够被解锁。那最后 return 的时候它是 require true。如果你这2次都猜中了，那你可以解锁这个脚本。如果你这2次有1次没猜中或者都没猜中，这个合约交易是不能被划费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用到了随机数，其实上在这个合约里面用到随机数，实际上就是用 random rand 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就我们刚才前面的提供的这个库里面的这个 function helper function， 然后去产生了一个新的随机数，然后更新了一下它的这个随机数的种子啊。OK， 对，那么对这个合约也讲完了，就是最后总结一下吧。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合约事例啊，第一个公平抛硬币的游戏，第二个定期支付。第3个数独游戏，第4个是应用随机数的一个合约事例这4个事例呢，就是前3篇其实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在 CSDN 上的 blog 也有文章去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然后最后这个应用随机数的这个我之后也会再写一篇文章再去详细的去介绍一下，今天就是先讲个大概。那么更多的这些合约事例我们可以请大家去参考这个我们在 GitHub 上的这个开源的这个一个 boilerplate 的项目，这里面有刚才说到的非常多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合约的事例，以及他们的这个包括测试代码，包括这个在这个部署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构建交易的这些代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开源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行，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提问可以提问，对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好，谢谢一强。然后有这么多。那个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到我们是可以做那种，就是说抛硬币，它应该是在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结果是吧？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2个人，我们俩事先就知道了这个结果是谁赢是谁输。那我因为后面有一个随机的嘛，我就想是否可以做成这种需求，就是说，我和另外一个人，我们同时像一个合约里面注入了一笔钱是吧？就是大家一起有2个。一起注入了一笔钱，然后呢，他会去计算一个随机数，猜大小，比如说1到6是吧？他会猜一个大小，它一个随机数。那这个随机数，我看到我们这边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它可以去读那个 nonce 的值，它是可以来生成一个随机数，决定这个钱由谁来花，后面就等于是一种赌博游戏嘛。那道理在于，他只有出块的时候，他才会有这个 nonce。那我如果想立刻，就是说我和他俩完成了这个交易之后，比如说可能隔个10秒钟我就知道结果了，我不需要再等10分钟是吧？因为等10分钟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长的。那如何去生成一种这样看在没有出块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随机数的结果呢？ OK， 对，这里面刚才讲的这个随机数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选了这个 block nonce 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做随机数的种子。实际上你可以用任何有这个随机因素的这个数值来做种子，只不过因为 block nonce 这是一个首先大家是可以验证的，对吧？你说我随便说一个数，那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对不对？我没办法验证这个事情。但是 block nonce 因为本身它在链上。这个数据首先它是在链上的，其次呢它是非常容易验证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可以做到预先不知道，因为我可以预先指定，比如说未出块的这个 block 的这个高度，但是这个 nonce 我一定是个不知道的数，这样的话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公平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数。那基于这个前提，你再去做猜测也好，再去做一些事情也好，其实相当于是它更具公平性。但是你也可以完全不用未出块的这个 nonce 去做，你也可以用已出块的，就比如说以前的你随便找一个 block， 对吧？你也可以用这个，或者是你干脆就不用 block nonce， 用另外一个，因为核心的就是这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这个事情，实际上刚才讲的核心的，我们所讲的这个线性同语法，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说，只要给定一个种子，它就能生成随机序列，所以你就只需要给它一个种子就行了。至于这个种子是怎么来的，这完全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只不过我在这儿提的是说，可以用 block nonce 这样的一个，首先数据在链上可以很容易的去验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你可以完全有其他方式去提供这个种子，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些那种游戏的方式，都是可以实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就看你这个怎么选。OK。好，下一个问题来自于三顾云池的邹斌。你好，我问个问题，就是我看咱们这个合约这些示例没有跟链儿相关的这个操作，其实是咱们截取掉了，是吗？我的意思就是有没有纯这个如何访问？因为你看以太坊它有一些纯 owner 啊，或者是 address 啊这些相关的，这个有没有？另外一个有没有这个异常捕获，或者说是类似于这个 try catch 这种的这个处理？行，我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展示的都是纯的 ASCII 的合约这个纯的 ASCII 的合约，实际上我们现在最基本的这个原理是说，你写一个 ASCII 的合约，我们会把它编译成一个锁定脚本，这个锁定脚本只是这个交易里面的一部分。不管是作为锁定脚本，或者是作为解锁脚本也好，您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像访问链呀，这个构造交易啊，其实应该在我们上层还有一部分。这个其实我今天没有展示我们下午可能会有展示，就是说怎么样与应用去做集成。在我们这个今天所展示的所有的东西，都只是纯的 ASCII 的合约。这个合约里面我们要完成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出这个合约的逻辑，然后它最终形成。编译最后形成只会形成一段脚本，然后这个脚本里面包含这段脚本是会在比特币的这个虚拟机上运行的，而且这个脚本运行只会有2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 true， 就说明你这个脚本运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那如果是 true 的话，相当于是说你可以去去使用你这个当前解锁的这个 input， 如果是 false 的话，那这个交易一定会被矿工拒掉的。
相当于这个交易是非法的交易，所以它也没有说，因为它的运行时实际上是运行在比特币虚拟机上的，比特币虚拟机运行这个最终的编译出来这个结果以后，它只可能有这两种结果，它也不会有什么异常捕获什么的，这些它没有 retry 呀，这些所有的都没有，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所以在这个合约内部，咱们也看到它这种其实更多的这 Ascript 的合约，你看到里面其实很多地方咱们是在做断言式的检查，就是 require 其实是在做类似于断言式的检查，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require， 比如说 require priv r 大于0，如果你这个 priv r 不大于0的话，这个地方就会 fail， 相当于说这个矿工在执行这个脚本的时候一定会挂掉，那你这个交易就是不合法的交易，一定是发不出去的啊，一定是不会被接受的。那么只有你所有的这些 require 全部通过的时候，到最后就比如说 require true， 相当于整个函数返回的时候，你能走到最后整个 require 是 true 了，没问题了，这说明你的整个的脚本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这个使用这个脚本的这个交易，它就是会被矿工接受，所以它的基本的原理是这样的原理。那么至于上层如何，就刚才这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就是说一部分是合约怎么写，第二部分我给大家也展示了很多，就是说那个交易结构怎么构造。但是交易结构怎么交易结构真正的代码实现其实是在上层，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应用层，对吧？比如说你是 JS 写的，那你可以用 JS 的库去构造交易，然后去发送交易，这些其实是我们有另外的上层的库来去做这个事情。那 Ascript 的本身只是 focus 在这个合约本身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你合约本身设计成什么样啊？它只是 focus 在这个层次上。对 ，OK。好，下一个问题来自于王悦。你刚刚提到这个应用随机数，你提到有个预言机的概念，就是说其实你这个合约并不完整，是吧？你需要通过预言机来验证那个 block number 还有 block nonce， 对吧？其实不是说并不完整嘛，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这里面只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示例啊，就说这个示例相当于是我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去产生随机数，然后只不过说我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加入一个预言机的判断，因为就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为什么刚才也说了，为什么要选用 block number 和 block nonce， 相当于是这是一个很容易去验证的一个事情。而且就是说，你加入预言机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如果在那个initialize seed 的地方加入个预言机，比如说有签名的话，那你就更放心了嘛，就是可以更放心了。但是实际上你不加预言机，它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这个交易生成之后，你其实是可以从链上的数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些它这个 block nonce 的啊。这个地方我可能没有截图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交易发到链上以后。你哪怕你自己去看，你不需要预言机，就是你事后可验证。它的好处就是你事后可验证，我这个交易发上去了，对吧？那我解锁了或者是没解锁，然后你用的这个 seed 真正发出去的这个 initialize 的这个时候的这个 seed 是不是和你当初第一笔部署合约的时候的那个声明的那个 block number 是不是绑定的？这个都是可以事后包括线下包括链下去验证的啊。这些所以说它提供的好处就是说。就是有可验证性，有很强的可验证性，对吧？而且验证成本很低，哪怕你自己去浏览器上看一眼，你都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对，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你刚才因为你提到这个智能合约它不能从外部获取数据，然后你要运行这个合约的话，你是相当于你要提前输入好指定好你那个 block number 吗？对，你看刚才看到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地方可能对这个地方可能漏写了那个交易啊，就是我们这个合约实际上它有三笔交易，第一笔交易就是这个合约的初始化交易，就是我部署这个合约的时候，那部署合约的时候放到链上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block number 和我的 guess， 就是我的猜测的这个序列，比如说3和4，以及我要使用的这个 block 的 number， 比如说第1万。在这个初始化的时候，第一笔交易里面，我就会把这两个数据都带上去，这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合约部署交易，这是 T0。然后第二笔交易就是这个 initialize seed 的交易啊，这个 seed 的交易相当于是我把这个 block nonce 放上去，放到这个合约里面，相当于我改变了
前面的部署交易的这个合约的状态，然后变成了一个这个随机数种子已经被初始化过的状态。那这个是第二笔交易，就是 initialize seed， 它会产生第二笔交易，这是 T1。最终的那个验证 unlock， 这是第三笔交易，这是 T2。T2 的话就相当于是说 OK， 我种子也设置好了，然后这个包括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只要你这个 T1 完成以后，实际上你就可以验证了嘛，它这个种子设置的对不对，对吧？然后最后这个 T2 这笔交易就是说这个合约状态已经 ready 了，那你可以最后去这个验证，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猜测到底对不对了嘛，对吧？那实际上最终的使用随机数的这个真正使用随机数的地方是在这个第三个交易里面，然后第三个交易就是 unlock 交易它是一个有3笔交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在这个比如第1万块没出之前，我先把合约部署上去，先把我的 gas 都放进去，这个跟刚才的那个 commitment 很像，就是我在没有这个任何这个最终的这个 final 的这个结果之前，我先把我的 commitment 先放上去，就这个猜测就是我的 commitment， 对吧？我猜它是3和4，但是我口说无凭嘛，我就先把这个合约的这个3和4的猜测的这个答案放进去，部署到链上，部署一笔交易。那这笔交易比如说打包了之后，然后真正出块了，第1万块出来了，然后我再发一笔交易说我现在要初始化，把这个随机数的种子初始化了发上去。那这笔交易发上去之后，你就可以验证说它发的到底对不对，因为不管是你 Oracle 也好，或者是你线下的离线的人肉去验证也好，这个种子对不对？如果种子没问题，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发第3笔交易，真正去说看，就相当于看这个你之前的这个猜测对不对嘛，就再发一笔交易上去。如果对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之前的这个锁定的这些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个合约里面的这个币。但是如果不对的话，你就相当于你最后发的一笔交易就是非法嘛，它就会被矿工拒掉，你就没办法去使用这个币。所以说这个合约是一个非常简化的一个就是怎么样去用随机数和用这个以基于这个 block number 的这个为种子的随机数的一个例子。OK， 下一个问题来自于张伟。你好，我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第二个那个间隔的合约，就定期取款的合约。然后因为我看那个好像是，其实它是上一次取款和下一次取款的间隔是相当于固定的，但是我理解一般的商业上面的东西，比如说我是每个月扣多少钱，所以说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设置一个开始时间，然后乘以 i 乘以间隔，这种就是它可以，比方说我这一次取晚了，比方说晚了1天，对，你这个设定就是必须要等到下个月这一天才能取。我的意思是说，就比方说我是1月1号、2月1号、3月1号，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对，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这里就是只是做一个示例嘛，就是说其实它很多东西是简化的。对，您说的这个其实是正常的，确实是这样，就相当于我可以设置一个起始时间，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改一下这个逻辑，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个地方其实2种都可以，我们只是选择一种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说你这次取款再直接加一偏移间隔，然后你下次就会取。那么就是其实如果是真实情况下的话。其实可能这个也能 work， 因为商家一般扣他也不会等到下一天再扣，所以他都会每一个月的定时他扣，所以可能真实情况下也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扣个晚1-2天，其实他也无所谓。所以说这2种，就你说的那个逻辑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就只要改这个合约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就只不过我们选择的这个我们现在给出的这个示例实现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示例实现，对。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那个第3个合约的，就是那个数独，因为那个你一旦提交以后呢，就是提交这个结果以后，其实它就已经公开了，这其实是存在一种就是双花的可能，就是比方说我现在看到你这个答案呢，相当于我马上就抄过来，就相当于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你竞争。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我知道，其实它其实跟双花就很像，就是你可以先见的这个交易就为准的话，就是它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可能就是
不是很容易就是战胜你的。但是如果我足够的快，或者是我的网络，如果当然这个你如果说利益比较大的话，我设一个比方说监控的点的，你一出现我马上就超过来，说不定我还能赢过你，就是这是个可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典型啊。这个其实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矿工作恶的话，你是没办法的，对不对？你发给矿工了，矿工是肯定知道的吧？他提交的时候，他把他资料一改，你这个问题就没办法绕过了，对不对？那这个其实是最极端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这个目前讨论的这个解决范围，实际上它属于隐私计算的这个范畴里面。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基于隐私计算的这个，相当于是我发给你，那么你不能通过 copy 我的答案去赢得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你不能从中间把我替换掉。他可能就是说，具体来说，我可能也没仔细研究过，我只是大概可能就是说，可能中间会涉及到一些签名啊、加密啊这些方式。是指定只有谁才能解这个题吗？对，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其实是就是开放式的嘛，所以说会存在这种问题。但是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个合约能够去最有效的去解决的方法，因为它可能现成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对不对？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极端情况下，矿工要作恶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制止矿工去拦截你这个答案，对吧？他可以把地址一换，他就直接去做了，或者他基于你的这个答案，他自己先提交了。那这个是肯定是需要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去辅助去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对，这个可能就是会涉及到隐私计算呀、什么多方计算什么的啊，那个可能议题会更大一点。我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第四个的，就是那个随机数，因为我看这边好像是就是实际上是只能是说事后的，就是你做了恶或者是怎样的，然后我只能事后的来验证，或者说是我依赖于 Oracle， 但其实我觉得呢，因为我原来做过一些类似的，说我可以就是给一个指定的那个区块头，我其实可以通过合约验证下一个区块头，再验证继续下一个，就是这个逻辑其实跟那个就是 BSV 自身的那个验证区块头的逻辑直接可以写在合约里面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可以稍微改进一下，就是比方说我现在那个下个区块没出来，但现在这个区块我作为那个构建的，就是constructor。然后我可以把这所有的验证的逻辑，比方说验证下一个区块头的那个逻辑写在里面。这样子的话，下一个的那个就是它是无法作弊的，就是因为我有验证的，就完整的验证，包括难度的验证，包括就是那个哈希的验证。其实当然写出来可能会有点长，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对，这个就是说，是的，就是说看你愿意。就是相当于相当于这个就是你在这个信任这个上面看你要做到多往哪边偏嘛，就是你完全不信任这个就比如说交易发起方，那么你完全相信合约的话，你可能就是你这种你需要把所有的这些验证的尽可能的多的都写在合约里面，然后所有的数据验证这些方式，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也是可行的。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稍微相信一点，那你可能是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反正就是各有利弊。你如果完全不信任的话，那你的可能的这个最后的那个花费的那个成本会高一点，你逻辑会复杂一点，但是带来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相信任何人你就完全只相信这个合约。那么像这种我们现在目前提的这种简单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简单，是一个实现比较简单。第二个呢，成本可能比较低，但是你需要你的 cost 的就是你需要相信一个 Oracle， 或者是说你的 cost 的是你在第一时间没有一个能力去阻止他作恶，你只能事后去去做这个清算。所以说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任何合约或者是任何应用，它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选择的这个方案，它总会有一个收益和 cost， 你愿意承担什么样的成本去达到你的需求，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一定是哪个方案最好，哪个方案不好，它一定是说这个方案满足了你的需求，并且成本最低，这就是一个好的方案。OK。我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第一个合约的，就是
因为他让我想起了那个，就是类似说那个叫什么中本钟骰子那种，因为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一般，因为你们两个人之前其实需要很多交互的，就是比方说我想象的是，如果我在网上要找一个对手方，先商量好这样那样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就是更接近那种中本钟骰子的那种，就是类似的，感觉好像是应该是我主动先提供一个就是。一个哈希，就是我心里面有个啊，你谁愿意来跟我赌，你就其实就很接近于这个合约，但是就是可能要稍加改动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跟我想象的那种，因为这个之前要匹配上两个人其实挺困难的。但是如果是如果相当于类似悬赏一样的，我就先给你，我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庄家一样的 house 一样，我先提供一个然后。你谁都可以上来跟我玩，就这类似这种，好像感觉更接近于就是那种商业一点。对，就是对，这个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公平式硬币的合约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其实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这个一个是说刚才您讲的这个构建交易的时候，对吧？我可能涉及到交互的时候，我需要两个人反复的去交换一些信息，对吧？然后这个交易怎么构建？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就是最后，比如说有人他不提交这个数据，比如说 Alice， 那我可能不提交，要加那种，对不对？要加那种 对，我不提交，我不玩了，我光就是钱锁进来，你的钱其实一半也锁在里边了，对，那我一个人不玩了，要加那种过期的那种。对，要加一些过期的判断，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做的任何事例的合约，其实它都是说它并不是，它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demo， 说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做的。然后但是呢，这里面肯定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去直接用的话，肯定是需要经过很多改动的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初衷嘛，就是我们是希望是做一些合约是抛砖引玉型的，就是给大家一个让大家知道，首先说OK 这个东西可以做，但是还有巴拉巴拉一堆问题，那么你再去有针对性的解决那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容易一点。但是我们不给出一些事例，或者是就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说这个东西可以做，对，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就是它其实可以有很多改进的地方，像是怎么样构建交易啊，就交易的构建过程，怎么签名儿，谁来签，谁先签谁后签，对不对？然后真的你要做应用的时候，这个怎么匹配？然后有人不玩了怎么办？然后就有很多的场景，确实是都需要去针对这个合约再进行优化的。然后呢，我们下午其实有一个这个 workshop， 其实也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 DApp 的这个开发的例子，然后这里面那个例子里面也会涉及到合约，刚开始会给出一个合约，然后这个合约里面其实会有一些优化的空间。然后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在那个基础上面去做一些优化啊。其实我们下午可以有一个更实际的一个动手的一个例子去做。对，好，谢谢。OK， 谢谢。好，还有其他朋友有问题吗？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合约现在能不能调取到跟外部时间有关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是我有这种需求，就是定时做一些任务啊，或者说倒计时之类的，通过某种方式吧。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说了，就合约本身它是没有任何输入输出的。然后你如果想取到时间，目前来看，合约里面直接取时间它没有这个方法，除非你是外部给进去的时间。合约里面唯一涉及到可能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就刚才说到的那个 unlock time。unlock time 它是一个交易的。就是你发送交易的时候，给交易设置的一个区块的高度或者是一个 Unix 的时间，但是那个时间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说，告诉矿工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不要打包我的交易。那么真正的定时，其实这个时间它其实是就是只是你声明的一个时间，但是真正矿工打包你的交易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就比如说你声明说你在比如说下午2点之前不要打包我的交易。那你交易真正被打包的时候，可能是2点过5分，也可能是2点过10分，也可能是3点。它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它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时间线。真正的时间是没有时间的。为什么没有时间？很简单，因为这个脚本是要所有的矿工执行的，
所有的矿工执行的时候，大家不可能是统一时间。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去读自己机器的时间，就会产生服务器同步时间的这个问题，对吧？你矿工验证的时候，总不可能说我的时间是这个时间，另一个矿工的时间另外一个时间，你这个没办法验证的。所以它这个合约里面只可能有纯的输入，就是你时间作为一个输入写进去是可以的，但是在合约运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外界输入，因为这就是相当于它的最底层的原理，就是我屏蔽所有的输入，因为只有这样我这个才是一个封闭的完全矿工才能取得共识的，对吧？你要不然我矿工 A 上跑是这个时间，矿工 B 上跑挂了，那你这个怎么达成共识啊？你这个交易没办法达成共识了，所以就不可能去产生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输入。